星汉灿烂》是由费振祥执导，吴磊、赵露思领衔主演，郭涛、曾黎特邀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，讲述程家女名少商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，成为留守儿童。沈娘狠心纵容，意图将其养成废人，后与冷面将军凌不疑在互相救赎中相爱的故事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在剧中少商的3条感情线已经浮出水面，凌不疑默默的关心，甚至帮他对付跋扈的鬼家娘子，只为媳妇出一口气，那些藏起来的心动最戳人。而袁慎对少商的爱比凌不疑更加内敛，爱却克制，口是心非的在乎，言不由衷的挑逗。然而少商最终却选择了楼瑶成为第一任的未婚夫，没有爱情，只有利用，满不在乎的一句只有他跟我提亲。实际原因是他不争不抢的性格，恰恰是萧母所愿自己找的安稳人家，更是可以帮助他离开城府的最佳人选。剧粉就不满意了，我的官配 CP 难道就要崩了吗？可怜的凌不疑还要看着自己的媳妇和别人秀恩爱，这一口气咽不下去。然而别急，他们很快就退婚。原因是萧母不会同意他们结婚，两人在没有双方父母见面的情况下私自定情，对名声不好。然而楼瑶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还对少商动手动脚，行为过分亲昵。这个举动彻底惹火了萧母，但少商一心只想离开程家，哪里想到那么多。而萧母自然是心疼女儿的，虽然平日偏心过火，但在她的婚姻大事上，萧母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家里人的反对恰恰给凌不疑争取了机会，暗中使坏，护送少商家人回城，还不忘说一句多亏少商为自己的宽衣疗伤，吓得亲爹目瞪口呆，一路上如影随形，护着少商的安危，旁人看见都对少商心生羡慕。这天下谁有那么大的面子可以让凌不疑护送回家？就连郡主恐怕都没这份待遇。凌不疑的小心思，萧母早就看出来了。比起楼瑶，凌不疑才是最好的人选，不管是家世还是人品，都是1等1的好。但他锋芒太露，和他在一起会很辛苦的。更何况郡主早就倾心于凌不疑，如若少商和他在一起，今后受阻的日子不在少数。少商回家后，各种关系缘由加上城中的闲言碎语，这段婚事彻底告吹。少商也与楼瑶和平分手，只是没想到凌不疑速度那么快，马上给程家送来3样聘礼，登门向程少商提亲。义父的赐婚，凌不疑早就喜欢少商，得知他与楼瑶退婚了，万分欣喜，马上找义父帮忙请旨赐婚。这一次他再不舍得松开所爱之人的手，赐婚是他送给少商的第1样聘礼。有了义父的赐婚，一来可以堵住上一门婚约留下的闲言碎语，二来可以让程家不必承受高攀凌家的闲话，3来更是为了少商着想，可以凭此不被城中贵女所欺负。虽然少商也不怕城中的贵女公子，但却可以为他减少很多麻烦。凌不疑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家门中，每一步都要算到精准，才能明哲保身。所以在面对这样的家宅算计上，他总能想到办法去护住自己的女人。2将军夫人的头衔，与少商的婚约正式被敲定下来后，凌不疑就更着急了，派了一支自己的亲卫军队去保护少商。这是多怕媳妇儿被别人抢走，连自己的亲卫队都出动了。果然少将军谈起恋爱来都是这般如此的与众不同，可以被一个人这样有恃无恐的偏爱，真的好幸福。在外人眼中，少商已然是凌不疑的妻子了，少将军夫人的头衔便是凌不疑给他的第2样聘礼。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少商，凌不疑的死敌很多，担心有人会借机对少商下手；另一方面是给足少商作为凌少夫人的荣誉，让他看到自己的真心，接受自己的感情。3一往情深的偏爱，少商从小到大其实都没有感受到亲情，更不知道被一个人爱着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同样凌不疑也是，他本是霍家的遗孤，后被现在的凌毅抚养长大，但众所周知，凌毅不过是他名义上的父亲。两人都是曾经被命运所抛弃之人，从未感受过被爱的滋味。赐婚是凌不疑为自己争取的幸福，曾经被少商所吸引的是那部分与他相似
死对于命运不公的争斗，而程少商活成了另一个凌不疑，他们之间是相似的，不同的是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对方，治愈了彼此曾经那段不堪的过去。不管是昭告天下的赐婚，还是宠你护你，让亲卫队保护你，一点一滴都是凌不疑给少商独一无二的偏爱，而这份偏爱恰恰是萧母从未给予过的温暖。凌不疑的这3样聘礼狠狠打脸了萧府。还记得之前在万府时，程少商说过，母亲不曾教自己安抚不娶，也不曾教他世家谱系，说以后不会嫁到这样的人家中去。就连少商都能看得出来，萧母所愿他嫁的是安稳人家，但身在乱世，哪里有安稳人家？少商与凌不疑结亲本就打脸了萧母，他处心积虑的2个算计怕是落空了。少商不仅嫁给了军中威望颇高的少年将军凌不疑，还是由他义父亲自赐婚，这样一来也卷进了世家贵族的争斗中去。但萧母经历这一场意外的赐婚，才真正去学会如何去爱自己的女儿。凌不疑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少商，护他宠他由着他，那些年错失亲情，好像从在得知自己的未婚夫是凌不疑后一一弥补了。凌不疑的存在让少商脸上的笑容更多了，也让他知道原来被一个人护着的感觉是那么幸福。纵使曾经被亲情所忽视，但终有那么一个人会倾尽所有护你周全，只为一个人偏心。